周一下午，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次航班执行昆明至广州任务时，在广西梧州市上空失联并坠毁，机上载有乘客123人，机组人员9人。目前，现场救援、善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中。现在距离事故发生超过32小时。周二晚间，国务院调查组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航客机坠毁事件详情以及目前搜寻的最新进展。周二晚间21时，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在广西梧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民航局相关人员通报，东航 MU5735航班于3月21号13时16分从昆明起飞，14时17分保持巡航高度8900米进入广州管制区。14点20，管制员发现飞机高度急剧下降，随即多次呼叫机组，但未收到任何回复。14点23分，飞机雷达信号消失，后经核实，飞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境内坠毁。截至周二凌晨，搜救工作尚未发现幸存人员，公安部门已对现场进行了封锁管控。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通报，本次事故飞机损毁严重，调查难度很大。鉴于调查工作刚刚开始，以目前掌握的信息，还无法对于事故的原因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下一步，调查组将全力以赴搜集各方证据，重点在事发现场飞行记录器的搜寻，并综合各方面信息开展事故原因分析工作，深入全面查明事故原因。一旦调查工作取得进展，将在第一时间公布。下一步，我们将重点从以下3方面开展工作：一、全力以赴继续开展现场搜救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确保搜救不留死角盲区，同时要做好个人遗物、飞行记录器等证据的搜寻工作。2、全面深入组织开展事故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回应各方关切。3、细致稳妥做好善后及遇难者家属安抚、援助和服务工作，妥善制定救助抚恤方案。3月21号14时38分许，东方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广西梧州市上空失联并坠毁。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东航客机坠毁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妥善处置善后，加强民航安全隐患排查，确保航空运行绝对安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强总理召开的紧急会议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周一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广西梧州，指导东航客机坠毁事故现场救援、善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工作。坠机事故发生后，来自消防、医疗、电力、通讯，甚至军方的救援力量迅速赶往事发的梧州藤县浪南镇莫浪村。据新华社报道，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在接到报警后，调派31辆消防车、192名消防救援人员前往救援。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调派多个支队的538名消防救援人员前往增援。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派出5个支队、97辆车、505人赶赴现场增援。周一下午，因坠机事故造成的山火已经被扑灭，南部战区也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梧州军分区武警梧州支队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力量赶赴事故现场展开救援。陆军某陆航旅、某合成旅、某空中突击旅、空军某运搜旅、武警驻事发地周边力量等迅速完成备勤，随时准备支援。由于事故发生地3面环山，只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行，不少救援人员需要一路攀爬才能到达搜救现场。当地一些村民也自发地通过摩托车运送物资，协助救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12名重症、烧伤、骨外科、创伤等专家赶赴当地开展医学救援工作。同时，梧州市卫健委已派出80多名医护人员、36部救护车赶到现场，在现场设立救护点，安排好1、2线救治医院，设立快速通道，并准备血液以及各类抢救物资和设备。广西各地首批心理专家50余人陆续赶往现场，为方面
工作，救援人员在离现场不远的一所小学设立临时指挥部。因为山间漆黑，当地电力部门调集发电车、泛光灯、照明无人机等设备，在野外搭建临时线路，保障救援工作顺利进行。为了保障救援力量顺利抵达，当地救援指挥部将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单向封闭，用于现场指挥调度。周二下午，央视记者在现场看到挖掘机施工开路，方便专家组和搜救人员进出和运输。据梧州气象部门预报，22号至24号，当地会迎来大雨天气，这将给搜救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据央视新闻报道，坠机区域三面环山，山路陡峭，救援人员手脚并用攀爬搜救。在坠机搜救核心区域，救援人员发现了飞机残骸以及失联人员的钱包、身份证、银行卡等随身物品，尚未发现失联人员。我现在就在这个飞机事故的地方，我心里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刚才一路从指挥部出发，然后一路走上来，就看到了很多那个标记，有很多飞机的零部件。越往里面走，看到的真是越来越多。到处都是这些飞机的残骸。事故发生后，东航启动应急机制，成立了航空器处置、事故调查、家属援助等9个专项工作小组，开通家属应急援助专线，并于第一时间赶赴事发地点。广州白云机场周一设立了专门的家属接待工作组，并开通了专门的家属接待区域。周二，部分失事客机旅客家属陆续赶往事故发生地。广西梧州市交通运输局迅速调配中大巴29辆、出租车50辆，抵达梧州西江机场接送飞机失事事件旅客家属及专家。藤县动车站周二临时设置家属通道，由专人专车安排了3辆公交车和2辆汽车，负责航班乘客家属接驳咨询等服务。目前，藤县县城多家酒店已经被安排为航班乘客家属的临时接待酒店，陆续有航班乘客家属入住。当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酒店为乘客家属提供相关服务。事故发生后，多家保险机构同步启动预案应急机制，并开通绿色理赔通道。昆明机场方面，周二取消了多趟航班。机场大屏显示，昆明机场今天10点至15点，51个国内出港航班中有24个航班被取消，其中20个是东航航班。另据航班管家数据，截至3月22号11时18分，周二当天，东航在全国范围取消1910班次航班。周一晚，中国东航发布公告，决定停飞全部失事机型客机波音737-800。国家民航局在接到客机事故报告后，随即下发2项通知，对全行业加强当前航空安全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有行业专家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尽管有技术故障等诸多猜测，但具体事故原因需要找到飞机黑匣子才能做出判断。过去多年来，中国民航局在事故调查中的权威性无需质疑，对于事故的结论应以中国民航局结论为准。民航局在下发的关于加强航空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做好民航空防安全工作的通知中要求，要切实加强民航领域安全隐患排查，举一反三，从飞机保养维修情况、飞行天气情况、人员资质、操作技能、空防安全等方面立即全面排查隐患。航空公司要严把放行关，增强机组搭配力量，对飞行中发生的任何不正常情况及时报告，并给予机组及时必要的技术和决策支持。民航各地区管理局要立即开展行业安全大检查，落实安全监管措施，夯实安全生产责任，防止监管漏洞和死角等。而此次东航事故中，根据 MU5735 航班最后时刻的 ADS-B 数据，即时时空对空监视数据来看，飞机事故发生前在约8730米高度巡航飞行，随后突发异常，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内急速下坠，并在约1000米从 ADS-B 信号消失。
陈红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从飞行安全角度，飞机事故一般有5大影响因素：指挥因素、气象因素、机械因素、飞行员操作因素以及恐怖主义袭击。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在空中如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发动机停车，几次开车都不成功，电气设备受到影响，无线电受到影响，甚至是一些控制系统飞行员的操作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 ADS-B 数据，能判断飞行事故原因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证据，仍是飞行信息记录系统，也就是俗称的黑匣子中所记载的飞行参数。通过2个黑匣子还原飞机飞行参数与录音，将能最大程度地还原事故发生时的状况。而除了黑匣子之外，坠毁现场的每一个残骸、每一片碎片都会被仔细收集起来，标定其位置并登记归档，进行分析研究。据央视报道，周二下午，现场指挥部给参与救援力量下达了新的任务，在加紧进行人员搜救的同时，继续开展针对失事客机黑匣子的搜寻工作。据悉，此次失事客机黑匣子的长宽高分别为60厘米、20厘米、20厘米，相当于3块砖的大小。救援队配备手电筒，准备连夜搜寻。战士们持铁镐、铁锹等工具，在现场展开分片地毯式搜索。坠机事故核心区道路旁的照明设备已经升起。陈红也提醒，针对此次东航事故发生原因，尚不能做简单的人为判断，最后要以黑匣子的解密作为最有力的依据。可以记录整个飞行员和地面的无线电通话，可以记录座舱里面飞行员之间的通话，也可以记录在客舱里面客人就是乘客和机组就是服务人员的通话，甚至出现一些什么问题这都可以记录。最重要的就是飞机的飞行状态，比如说我在飞行当中，飞行员操作飞机不当，操作有错误，那飞行的轨迹就会出现变化，拉高了、拉低了，坡度压大了、压小了，都会在飞行这个记录仪当中记录下来。所以在飞行事故当中呢，我们最后要以黑匣子的解密为最后的最有力的依据。现在呢，各种媒体上说的很多我们看看而已，都不要去完全的相信我认为呢，最后的解密要靠国家正式的公布。分析指出，由于失事现场在陆地上，残骸的收集以及黑匣子的寻找会相对较容易些，但令人担忧的是，飞机最后以极高的速度俯冲坠地，其巨大的冲击力恐会对黑匣子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波音737-800属于737NG 系列客机，是目前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载体客机之一。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内地民航公司运营着近1400架737NG 系列客机，占中国民航机队总数量的37%。目前，东航对所有的波音737-800停飞已进行检查。需要指出的是，在搞清楚原因前，停飞波音737-800是防范风险的例行动作，是对旅客负责任的行为。